巴士在下面。这边是红砖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哦，另外一边才是。红砖的灯超暗。哦，近看红砖近看蛮好看，它这是远看蛮漂亮。哇，这是打雷。这 iPhone 拍也很漂亮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终于换了用新的 Pocket Free 开始拍，可是我其实有点不太敢用，因为听说它的云台很脆弱，所以我很怕我转它的时候会不小心碰到，然后也不太能淋雨，所以我偶尔才会拿出来。多数时间其实还是都用手机拍，不过看起来它拍人还不错，而且我手拿这样的时候也很稳，因为我很常边走边拍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算是一个蛮好的投资吧。但是只是这个钱花的还是心蛮痛的，我真的是犹豫很久才终于在日本把它买下去。今天天气真的好适合爬东京铁塔，天哪，心情超好，而且看到它的那个皮肤成像这么好，感觉也蛮开心的。准备去芝公园的路上，可是呢，由于现在太阳实在太好，所以整个大曝光。不过今天天气真的超棒，而且树都还很绿，所以拍起来超绿意盎然。因为今年好像比较热吧，就是秋天，虽然已经秋天，可是枫叶还没好。不过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，还不错。准备要去爬东京铁塔。沿路都是东京铁塔，好像真的不用特别去一个厉害的地方看。好累啊。OK， 目前爬了40阶，蛮漂亮的。这里除了一个东京巨蛋大小的游泳池，还是面积要300了，腿已经要断了，不行了。大家多运动。
公园的草地。Thank you for visiting Tokyo Tower's the Everlast South Floor. The official shop here.小红书上面有很多有关于东京铁塔的小景点，但其实我觉得随便路上都很多地方可以拍，可以不用执着要拍非常的对去做这件事。就像这样，基本上路上随便拍都会拍得到，大家可以就是往六本木的这条路上都可以拍，就不用特别去那个停车场啊，或者是赤羽桥那边拍，因为那边排队要排1-2个小时，好像不是那么值得的感觉，太多点都可以做到了。刚刚去爬了600阶，所以我现在超级渴，我已经喝完了1整罐水，但还是有渴，所以现在打算去 Hubs 买一个拿铁来喝，因为今天还没摄取我的咖啡因。Let's go！ 我觉得东京的街道很棒的，就是它永远拍起来都非常漂亮，而且又很干净。而且有时候走虽然是点到点都是观光区，但是中间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，你就会觉得走起来很舒服。尤其是现在天气又凉凉的，他们的建筑物其实都算蛮有设计感，像对面这栋就还蛮酷的。刚刚在东京铁塔上面也看到很多不太一样的建筑，整个市容都很漂亮。我现在 Pocket Free 用了1.5天吧，有点小心得，就是我要把它从盖子里面、保护壳里面拿出来的时候，会觉得有点麻烦，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看到某一刻很想记录，就会有点来不及，而且它云台很脆，我又很怕它受伤，所以多数时间我还是会用手机记录。但如果我同时需要查导航或者是做其他事情，然后有另外一台像 Pocket Free 一样的东西可以帮我记录，我就觉得还蛮方便的。我觉得这两个搭配目前对我来说很赞。而且补充，我真的很社恐，所以我觉得 Pocket Free 拿在手上的时候，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是在拍影片的人。因为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拍影片，其实有时候觉得好害羞哦。Hubs 好像没有卖咖啡，所以我现在买一个可以客制化的汤包。但看起来人超多的耶，我有可能就直接买现成的，不做客制了，因为有些东西我也怕没有办法入境。超好喝，有点惊艳到我。它只是野菜风味，但是超级好喝的。我最后买了2个口味的康包，还有一个有点类似于干货的罐子。然后他说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酱油放在里面，然后自己酿7天。它就会有很多的风味，我觉得很酷。然后我也确认里面应该是不会有不能入境的东西，想说就买了。麻布台之丘真的有超级多排队的名店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来的，而且很多都是甜点类或者是食品的。如果喜欢吃这些日本的东西的话，应该会在这里会买疯。这里有很多很新颖的牌子，像咖啡豆或者是甜点类的东西，它几乎都是很新的牌子，然后也都很有名。我个人觉得可以花一整个下午来这边，超级好买。
随便走，意外发现一个超漂亮的景。它旁边的咖啡好像还是露天的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来这边，然后稍微看一下马布台之丘的景。这里叫做 Tower Plaza， 应该就是它会直接从马布台之丘连通过来，然后你直接坐到4楼就可以看到。而且对面这栋大楼上面还看得到东京铁塔倒影，太赞了吧！这里真的是不准给我这么漂亮，这晚上更漂亮，它灯超多，造景也很美。天哪！茶汤你还可以把它捞一吃到这个给的杯子里面试喝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因为有时候闻起来会跟喝起来味道不太一样。它 Google 地标标出了，所以你们就直接查这个地方就好。我刚才迷路了30分钟才找到。Number 6 tea bag. Yes. And number 1 tea bag. Paper bag. Okay, sure. Yeah, container. Okay. Credit card. Yes. 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混沌的状态，我刚才一直在删减自己的行程，因为真的超累的，最后一天手要断了，腿要断，虽然很爱东京，但还是好累。新宿其实非常方便，我8年前跟朋友来东京的时候也是住在这里，就是什么都有，而且晚上也很漂亮，然后几乎每个出口都有电梯或手扶梯，所以你也不用一直走楼梯，我觉得蛮方便的。大家如果要住宿的话，蛮适合找东新宿附近的任何住宿，而且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有在家人或者是跟朋友，因为如果住在再往前一点是歌舞伎町那边，就会晚上略乱一点，就可能有些男公关们会站在那边，所以我觉得东新宿算是距离非常繁荣的地方，又很近，然后也比较清幽一点点的地方。就晚餐来吃麦当劳，真的太累了。日本的买奇重新上线，但我没有很爱，所以就没特别点。我也不知道自己点了什么东西，随便点一些台湾没有的，他们也有人改管，好好笑。结果麦当劳出餐超快，我觉得我在外面只等了1分钟、2分钟吧，然后我的餐就好了，可是都是热的，他们出餐的速度也太快，而且他们店员超级无敌有礼貌，就是跟我点完餐大概要跟我举三个躬吧。日本真的是超级有礼貌到不行，但也有一些例外啦。这是我刚刚点的一个好像是酱油风的炙烧牛肉，然后肉很厚，我猜是这样。然后它薯条我刚刚偷吃了一下，吃起来其实跟台湾差不多。然后这是我点的爽健美茶，但是它看起来的 size 跟台湾比起来，台湾应该是很大杯的那种，但它套餐附的大概就是中杯的大小吗？然后额外再多点了一个巧克力派，因为之前刚上线的时候我就蛮想吃的，但一直都没有机会买，因为日本太多好吃的东西了。今天也是因为我腿真的太酸了，所以才到我们住的 Airbnb 附近买了麦当劳，因为就为了求快。但是我其实不太确定我吃不吃得下来，但是就是想要吃吃看。我会尽力把它吃完的，应该会蛮好吃的。这样总共花了217块，我觉得算起来应该跟台湾差不多吧。但是这个肉的图片上面是2块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略比台湾便宜一些些。我刚刚咬一口了，
看起来肉其实蛮厚，它吃起来有点像摩斯早餐的元气和牛堡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里面有生洋葱、生菜，还有 cheese 跟它的酱油风味的酱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而且以它的价格来说，我觉得这样217应该算是蛮高 CP 值的。但我吃到后面突然觉得它的酱其实有一点咸，我已经算吃重口味，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有点咸。然后里面的洋葱，如果不敢吃洋葱的人，千万不要点，因为它的洋葱是那种新鲜的生洋葱，就是你吃得到很重的洋葱味，然后带有一点辛辣感的那种。所以我建议可以尝鲜啦，但是如果你要吃一整个的话，我会觉得会有点腻，然后有一点点太重口味，隔天应该会大水肿。它的巧克力派味道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它不是像麦当劳苹果派的味道，它是蛮多层酥皮嘛，但好像也没有到那么酥的，有肉桂味的巧克力饼皮包着一点点的巧克力内馅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普普通通，没有什么特别让我惊艳的感觉。但它尾韵有带一点肉桂味，让它整个都还蛮有层次的。但这个超容易掉屑屑的，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，一定要拿东西接着，不然你就会掉超级多屑屑在身上。这个真的超碎的，跟那种吃蛋卷有的一比。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巧克力派 ，Choco Pie。ご利用の際は乗車券類のほか真的会把自己逼死到最后，我心里超重要，救命！好去登记。刚刚在免税店就发现空姐们自己也在大爆买。我现在在机场顺便测试一下这个麦克风收音怎么样。因为 iPhone 收音跟大屏一样，只要在这种有广播或者是低频噪音的地方就会很高。到时候再看看。成田机场真的好好逛，我已经提早进来，因为我本来的登机时间是12:20，但好像有 delay， 所以改成45，导致我现在时间变超级多。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好像还可以再逛很久，但登机门超级远，因为这里真的太大了。